这个道理我懂，我就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啊！2万多条鲜活的生命说没就没，自己人放火烧死了自己人啊！连老人和小孩都烧成了焦炭。夏言，你告诉我，有这么抗战的吗？有这么抗战的吗？你千万不要相信中央日报上的那些谎言，这就是强加在长沙人民头上的一场灭顶之灾，而我洪深就是亲历者。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能怎么办？发生就是合理的吗？荒谬至极！这就是他们提出的所谓焦土抗战拙劣之作，而始作俑者现在就知道在报纸、电台上整天的撇清关系、隐瞒事实，这是无耻之极。天日黯然，真是令我等众生绝望。哎呀，气死我了！陈才生，我夏某是不会相信中央日报所说的，我自己就是个办报的，我有办报者的良心。那天你没有看到荣城饭店那一幕，我们中华民族的民心还在，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日本帝国主义就没有办法灭我中华。谁要不相信这个，谁就不是我中华儿女。哎呦，你别吓着我，你吓着我了。你坐。叶兄，这大喊大叫可是我洪某人的风格，严兄可是大文豪，犹如斯文。你呀，把心胸放宽广一些。哎呀，我呢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你想说什么？我想喝酒，但是得你做主。你不早说，我走吧。本来该是我去找您的，没想到啊，您还来找我。来我这儿也没什么好东西，就是一杯清茶相待了。哎，来，谢谢。哎呀，我是听了夏衍的那句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实在是坐不住了。但是可能同志，我们都不是诸葛亮，到哪儿去借东风？但是救亡日报这个事儿还得办啊。我已经给恩来同志发过电报，没有提具体需要多少钱，但是也跟他暗示，如果想要复刊，急需一笔费用。恩来同志回电了吗？暂时还没有。我想他这会儿正在处理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啊，是，这个救亡日报是恩来同志指示，一定要复刊的。但是现在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倒是了解到一个情况，你看，香港的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还有许许多多的爱国人士，都愿意为宣传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在想，能不能跟恩来同志请示一下，派个人去香港搞一次募捐呢？看来我还是保守了，就按您说的办。我这就去给周副书记发电报。好。我跟你说，严兄，我洪某人，一不想当官，二不想发财，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好好搞艺术，留下几部传世佳作。怎么就让小日本给我毁得干干净净？你说我这种人不让我搞艺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听我说几句啊。你别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就想告诉我，我们眼看都要变成亡国奴了，在这种至暗时刻，没有人需要艺术，对不对？所以我要做什么，你帮不上忙啊！不，今天可以，夏言兄3花酒，与我洪某同销这万古愁吧。干！钱来兄，你刚刚不是说吗？你想在你有生之年好好的再导几部戏？那都是空中楼阁，遥不可及呀。我只是肚子里有话，我憋不住。我有苦我要倒，有火我要发，有泪我就流的。这怎么叫空中楼阁呢？
你想好好搞艺术，想再多导几部好戏，你来桂林你就有用武之地了。我相信，我相信。你要再说，我就真相信了。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桂林现在已经开创了抗战文化的大趋势了，你知道吗？什么？抗战文化？谁开创的？国民党吗？小货！钱大兄，我知道你今天也喝了不少了，可你完全还没有喝到那种脑子里一团浆糊，什么话都听不进去的程度，对吧？我想跟你说几句推心置腹的话。你看，你是国民党员，我不是。我是共产党员，对吧？咱们俩还能在这里千杯不倒，一醉方休，是为什么？不知道。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但是现在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这是这个国家的福音呐！你要是再这么一蹶不振、自暴自弃的话，你不是错过了这个大时代了吗？我觉得你应该带上嫂子，还有你的孩子，一起到桂林来，好好导几部好戏。我这么说，你信我不？我信你，我也知道你真心为我好，但是我现在已经掉进了无尽的深渊，我想爬，我爬不出来。我无数次的对自己怒吼：“混蛋，你站起来！”但是我伤得太重了，我站不起来呀！我看不到光明，我伸出食指，我眼前一片黑暗啊！上车！那一片都被砸了，要去给我们局那看。大婶，只要人没事就好啊。房子炸了，还可以重新建嘛。陶先生，哎呀，行车先生，我真是把你一顿好找啊！夏总编，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没事没事，你平安就好。哎，你这是在写什么呢？我刚才啊，突然有个想法，我想给广西政府写个提案。小日本又开始打桂林的主意了。去年我们损失惨重啊！记得是民国26年10月15日上午11时35分，日军的一个重型轰炸机中队轰炸了桂林，一共投掷了40余枚炸弹，其中8枚落在内城，其余的落在了城郊和乡村。轰炸引起的大火烧毁了城市建筑和村民的民居，共89所，市民和村民伤亡大约550多人。白长官，现在的桂林人口可是比去年翻了10多倍呀！日军的轰炸机
轰炸桂林，伤亡可难以估量啊！我才几个月没回来，桂林就增加了这么多的人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40-50万是只多不少的。好啊，谢秘书，你知道重庆有多少人口吗？之前我看过一个报道，把里面的数据和文案做了记录和分析。重庆市区人口也就40多万吧，但是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他们的人口啊肯定会快速增长。我估量用不了多久，能涨到180万。所以啊，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白长官，您这话可是话中有话，卑职不甚明白。今天，小日本的轰炸机对桂林城也进行了轰炸，死伤不少。主席，话说到这儿，直下正想给省府递个报告的。什么报告？桂林的人口从5-6万一下子暴增到40-50万，全城但凡能勉强住得下人的地方，全都塞满人了，还不断有人往桂林来，偷盗抢劫也时有发生。要是下次再遇到小日本的飞机来轰炸，就算有预警先撤离，那桂林周边的几个岩洞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呐。所以呢，我们想打个报告，请求政府出面下调政令，就2点：第一，不许外省人再涌入桂林城；第二，由警察局负责，把已经来桂林的人群中部分生活无着落的闲散人员全部驱逐出广西境内。顾厅长，你知道白长官今天要回来吗？这，我哪不知道啊？你刚才说这个报告啊，幸好先告诉我了。如果报上来，让白长官知道，你这个警察厅长啊，就算干到头了。这为什么呀？为什么？为什么你应该自己动脑筋好好想一想啊？我问你一个问题：现在广西的省会是哪里呀？桂林啊。为了把省会迁到桂林，你知道德公和白长官下了多大的决心，花了多少的银子搞建设吗？你说说，这是为什么？就是想把桂林打造成一个不逊于广州、不逊于武汉，甚至不逊于南京的一个省会城市。现在我们什么都做到了，但是有一点我们做不到，就是人口太少了。你看看，5-6万人口的城市像一个省会城市吗？现在我们桂林是全国的大后方，正是聚集人气的一个大好时机啊！你这个时候把你这个报告递上来，让政府驱赶外来人口啊，你是怎么想的呀，我的顾大厅长？恰恰相反，你要现在想方设法的把外来人口留在桂林，让他们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主席说得好啊！哎呦，建生兄啊！哎呀，你看那句话说得好啊，“离地3尺有神灵啊”，在背后不能说人闲话呀。幸亏你说的不是闲话。白长官好，不是说来得巧啊，听到了阁下的高论，听听黄主席怎么说的，那才是站得有多高，看得有多远。你差只远一些。是，这下自愧不如。龚自珍有2句诗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桂林就是要抓住大后方的优势，吸引更多的人口。特别是我听说，有许多的各界的名人，像李四光，还有郭沫若、夏衍等等，那可是名声如雷贯耳的国宝级人物啊。我们就是要吸引这种人才，聚集人气，壮大广西的实力，要不然这桂林永远不如武汉、广州和重庆啊！对，郭厅长，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啊，你们俩的谈话谈完了吗？完了。直下报告完了，那我就接步说几句话。防空袭的预案准备好了吗？已经布置下去了。
长官们谈论什么，你我当差的不便听。啊，是。顾厅长，请回吧。哦，行，那我先告辞了。你送我的茶叶，我不舍得喝呀。不瞒你说呀，这个茶呀，只有你和德公来，我才舍得拿出来。徐叔兄，不想听听长沙那边的战事吗？剑圣兄啊，前方战事吃紧，我是心急如焚呐。但是，军中之事大都涉密，你不说，我自然不便问了。不容乐观呐，还没开战，内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说的是那场故意纵火吗？中央日报不是已经澄清了吗？中央日报上说什么，那不见得真是什么。算了，这件事情好歹已经翻篇了。我关心的是广西的未来，所以啊，我是真心的希望长沙能成为抗战的转折点呢。万一长沙丢失，桂林大后方的优势就断送了。刚好有一点身为城市样子的省城桂林，将成为一片瓦砾断墙。所以啊，我是真希望薛伯龄啊能守住长沙呀。哎呀，剑圣兄啊，你和德公有什么长远打算没有啊？我先问问你啊，老蒋这次国共合作能有几分诚意？剑圣兄啊，你最了解他，我倒想请教啊。以你之见，蒋委员长有几分诚意啊？你看看，我问你的话，你倒甩给我。你说嘛。这个老滑头。那行了，接下来的话出我口，入你耳。出了这个房间，我们就当什么也没听见。当然了，你我之间还用说这个吗？我是这么想的，民国18年，我们广西和老蒋的战事被称之为蒋桂战争，留在青史了。我们领教过老蒋的拳头，还是挺硬的。我跟德公默契一个共识和原则，老蒋纵然大权在手，论度量，只不过是睚眦必报之人。所以啊，以后我们广西的形势一定要多看看脸色，你尽量避免与老蒋再发生局域。若是那样的话，对我们广西百害而无一利。好，知道了。我跟德公啊都不相信，这老蒋能跟延安合作长久。有什么迹象吗？短短的半年时间，国土沦丧大半。现在呢，又退去长沙，能不能固守，谁也不敢打包票。现在又被日本人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共产党呢，自打平型关战役之后，继续在陕甘地区越来越成气候。这时候，这老蒋就是再不愿意，他也得做表面文章，否则的话，甭说战争了，就老百姓的唾沫星子也得把他给淹死。你可见呢，这老蒋这次的国共合作是真心还是假意，是目光长远还是权宜之计，你我心里都明白。高人之见呐。这次在回桂林之前，我跟德公相互致电，达成共识，两党合作，你甭管合作多久，都不关我们的事。但是广西他把两党合作的时机利用好，你趁着这个机会，吸引更多的人气。我们要把天下的名人、贤达都聚集到桂林，让他们把才华都奉献给广西，而我们呢，身在朝阙，心在故里。只有广西发展好了，才是我们永远的立足之本。
建生兄啊，听你这么一说呀，将来呀，我这个省主席该怎么干，我心里有数了。周恩来来到桂林，你我不管是真心还是做的样子，都要以真诚合作的姿态去接待他。他们要在桂林成立一个八路军迎来送往的办事处。好，我们表面尽量给他们方便。万我留给他广西军政两党合作不成，甚至破坏两党合作的口实。我们要一方面支持，一方面防范，这也是我跟德公达成的共识。周恩来要来桂林，还要办一个八路军办事处。这件事情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建生啊，你看啊，这两党共处一城，弄不好要擦枪走火呀。国共合作也不是你我创办的，那是天子定的。你我地方诸侯，你只要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你怕什么？再说了，八路军办事处那是迎来送往的非战斗机关，他也不会抢我们的资源，怎么会擦枪走火呢？哎呀，建生兄啊，多事万全呀，佩服佩服。哎呀，同志们，我们在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今天正式挂牌了。进去吧。2万多条鲜活的生命说没就没，自己人放火烧死了自己人啊！连老人和小孩都烧成了焦炭。夏言，你告诉我，有这么抗战的吗？有这么抗战的吗？我洪某人，一不想当官，二不想发财，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好好搞艺术，留下几部传世佳作。怎么就让小日本给我毁得干干净净？你说我这种人不让我搞艺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怎么样？有消息了吗？还没有。莫若兄，来，趁热啊，先把早点吃了。我还不饿。梅兰同志回电了吗？先把早饭吃了。电报啊，我来的啊，没事，我还不饿。科长同志，电报。莫若兄，恩来同志同意。请进。夏总编，哎，可农，莫若兄，你这眼睛里怎么这么红啊？
我说你们二位先生可真是有意思，熬夜也要分出个胜负嘛。早点趁热吃啊。好嘞。昨夜和钱灾兄喝了一顿酒，他的忧国情怀让我感慨万千。回来连夜，我就一气呵成写了这篇稿子。我想把它作为《九王日报》的总编寄语。夏总编，这篇文章可否让我先睹为快呢？好，请你指正。哎，夏总编您客气了。当年陈独秀和李大钊二位革命先驱的《新青年》这本杂志，就让中国震天动地，腐朽没落，华人倾倒。现在也到了我们亡国灭族之际，所以咱们的笔杆子可不能停啊！说得好，恩来先生。不愧是中国的大教育家呀！这条谏言提的是太好了。我首先要代表广西省政府向您表示感谢呀。这里没有谢不谢的事。如果不是最近那场轰炸，我也想不起这件事情。那天轰炸发生的时候，大部分民众都躲到岩洞里去了。不管外面怎么炸，岩洞里面却还是安全的。对，当时我就想，日本人不可能这一次轰炸以后就再不来了。如果他们经常来轰炸怎么办？学生们学校被炸了，那上课怎么办？所以我想，能不能以广西政府的名义，我们把学校搬到岩洞里去？不光是失去了校史的学生，包括那些不识字的民众，也可以跟着一起学习一些文化。这样呢，既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也不需要政府拿出大笔的资金来重建学校。对，因为你即使重建了，又有可能继续被炸了。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天然大学堂啊！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加以利用呢？是啊，是啊，兴志先生，看来您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了。哎，其实啊，关于战时的教育问题，我在重庆会议上就已经提出过，但是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啊。这次到了桂林以后，我又忍不住再一次提出来，桂林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天然的民众学校。每一个大岩洞就是一个民众学校，每一个小岩洞呢就是一个课堂。我们可以组织成立桂林战时教育普及团，再根据岩洞的数量组织教育分团，这样呢就解决了躲避敌人轰炸和战时教育两不误的难题。哦，对了，我在这个提案上已经拟出了战时教育第一阶段的方案，以及教员的这个训练办法，还请黄主席能够在百忙中拨冗审阅。哎呀，兴志先生啊，你看啊，你的这个提案啊，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从根本上切中了我们桂林当前的要害呀。我一定把你这个提案啊，仔细的看，仔细的研究，号召教育界各个部门啊，全面落实。好。报告，进来。恩来同志，柯冷同志，你辛苦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在桂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文化抗战的工作已经拉开序幕了，就等着您来检阅了。我这不就来了吗？来，坐点说。还有啊，那个日本作家陆地根夫妇也来桂林了。很好。
这2个日本友人，他们计划成立一个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现在日本特高课正在四处追杀他们。柯南同志，你要保证他们在桂林的安全。好的。还有一件事，向首长汇报一下。那我们办事处已经在桂林堂堂正正的挂牌开张啊！这不开始了吗？我们来桂林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不是来对付桂系的。这一点原则一定要把握好。目前来看，国共2党合作的大局还是稳定的。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想明白，我猜啊，你是不是没有想到桂林聚集了这么多的名人志士啊？是啊，沈钧儒、巴金、陶行知，这一个比一个名头响啊！还有很多的作家、艺术家都在桂林，这也是好事啊，给我们文化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文化抗战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到方方面面。柯诺，以后涉及到文化人士的事，你要让郭沫若和夏衍同志他们多出面。他们2位在文化界是很有号召力的。哎，你动过3344吗？已经取得联系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联系他。在这件事情上，你是我最放心的人。何勇同志，你快看看谁来了。夏衍同志，恩来同志，向您汇报一下。哎，不用汇报，我和柯农从你们这一张张的脸上就能看出，夏衍总编是借到了东风了吧？是的，是的。现在借到了东风，接下来我们就该火烧赤壁了。希望《救亡日报》能够尽早复刊，起到一个一扫国内投降主义、甚嚣尘上这股邪风的作用。这一次，组织希望《救亡日报》能够在我党主张的文化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刚才在来的路上，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他们所需，才是我们复刊《救亡日报》的真正目的，对不对啊？对。恩来兄，欢迎欢迎啊！我们又见面了。是啊是啊，在衡阳回来之后啊，我这心里啊总是惦记一件事儿啊，就是恩来兄什么时候到啊？你看今天这天气多好啊，难得好天气，恩来兄驾着祥云就来了。建生兄，你我衡阳军事会议结束后，也就是7日，我就顺着你的脚步来了。是，可恩来不是太上老君，也没有什么祥云可驾。我呀是乘着一条小船，顺着漓江，沿途欣赏桂林独有的岩溶地貌美景而来啊。哦，等一下，这位先生文质彬彬的，你让我猜一下。是文章如鬼手，当年名震上海滩贵党的大报《救亡日报》的总编夏衍先生。白长官好，正是在下。你好，建生兄，有个说法，容恩来稍加纠正。夏先生是我中共党员，可是由他总编辑的这份《救亡日报》，可不是我党的党报，合作办报的可是贵党中央委员潘公展。这份报纸是贵我2党合作抗日的喉舌呀。实在抱歉，抱歉，我收回我刚才的口误。这位是。好，这位是我多次给你提起的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白长官好。
你好。哎呀，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但是李克农的名字还是大名鼎鼎啊。因为有一个人一听说李克农的名字，特别害怕呀。想知道是谁吗？剑神兄莫不说的是徐恩曾吧？没错，就是徐恩曾。有些话出我口，入你耳。前几年是徐恩曾，这几年又有一个人叫戴笠。这个小子，剑神兄，我们今天不提往事，只需未来。好，不提往事。好，请里边坐。请。来，请坐。大家请坐。大家一路辛苦啊！来，请喝点茶。来兄啊，说实话，我们这段时间呢，这个神经啊太紧张了。这一次啊，你来广西啊，一定要好好的放松放松啊！长沙能不能成为我们战略转折，首先要靠我们委员长运筹帷幄，第二呢，要靠薛伯龄的忠贞报国呀。你我只是敲敲边鼓而已呀。剑师兄，我心里可是有本账的。自七七事变以来，在德公和白长官的主持下，广西调派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北上抗战。民国26年10月，德公还亲赴徐州，组建第5战区司令部，成为抗日前线最有战斗力的一股成建制军力之一。广西当局对民族、对抗战所付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啊！再者说，白长官身居桂林行营主任，负责南方战场4大战区的抗日军队，不仅只是敲敲边鼓，而且是关乎到胜败的先锋大将啊！掌前听令而已啊，这话咱就不说了。来兄，我白建生这个人呢，说话算话呀。我记得来的路上，你跟我说过，要在桂林建一个八路军的办事处，有这么回事？那么这次来了，有什么具体的要求，你尽管说。既然白长官这么说，就说恩来得寸进尺了。只要是不出两党合作的框架和基本原则，有什么要求你说说看。除了办事处要在桂林行方便之外，桂我两党合办的《救亡日报》也被迫移师桂林复刊。可是说来，怕剑神兄笑话，我们遇到了一点资金不足的情况，陷入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窘境啊！我对《救亡日报》移师桂林复刊表示欢迎。可是，来兄啊，你我都很清楚啊，目前国难当头啊，广西省政府库堂也是捉襟见肘啊。这样，我让省政府斥资200块法币聊表心意，你看如何呀？夏总编，这可是桂林行营长官白长官的诚意啊！感谢白长官对小报的厚爱。不谢，你请坐。不过夏言先生，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要求啊，敬请白长官示下。大家都知道，夏野先生呢，他的名字对我是如雷贯耳啊。我是非常希望夏先生到我们桂林办报，同时呢，也真诚地希望夏先生来我们桂林，你到处走走，看看，了解一下我们的民生民情，多给我们的政府啊多提些建言。你们这些名人一句话呀，可抵我们这些武夫苦读10年书啊！过奖了，白长官，但凡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我夏某一定尽力而为。好。长官，和你交代的都安排好了，请过目。好，来兄啊，战乱之年呐，来一趟桂林也不容易啊。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放松啊！你说你们来一趟，
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们，别人给我出了个主意。我们晚宴之后啊，我想请你们大家呀，看一下我们桂林的规矩。不知道恩来兄是否感兴趣？这正中下怀啊！好啊，恩来兄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我是一直比较喜欢欣赏各地的地方戏曲。如果这次白长官不安排的话，我怕我忍不住戏瘾，自己跑去看戏了。好，有恩来兄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这是受邀看戏的人员名单，请你过目一下。好。广西政治开明，崇尚文化，我是早有耳闻。果然名不虚传呀！这份名单几乎把在桂林的所有文化贤达都给聚齐了。剑生兄，你这个小诸葛的称呼，名副其实啊！多谢夸奖，多谢夸奖。好，恩来兄，好，再见，再见。客官，哎，小二，你们这儿有包厢吗？有的，您是要大包小包？小的就可以了。啊，这边请。站长，你确定那个相机没掉进茶馆窗子外头那个河头没？那窗口离河好几步远，那除非站长亲自扔进去，那否则怎么可能掉河里？那都是见鬼了。是见鬼了，这个鬼就在万祥糟房。从今天开始，你们的工作重点就是那个万祥糟房，把那伙租房子的人给我查清楚了，包括他们的姓名、长相、来自哪里，我要登记在册。这笔账，我要慢慢的跟他们算。首长，首先我能否定是桂系的人，但如果不是他们，那就是国民党军统。这件事不用再纠缠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总方向，一时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国民党内派别林立，除了抗战派、投降派、新旧势力，汪精卫的投降主义也是甚嚣尘上。我们要团结左派、地方右派，同时还要同投降派做坚决的斗争，以应对当前复杂的局势。明白。尽管我们不希望情况有什么恶化，但是这些照片提醒我们，
这些进步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已经被某种势力盯上了。首长放心，白色恐怖时期的上海都过来了，我有心理准备。我要提醒你，始终保持聚精会神，麻痹大意会出问题的。是。对于这些被盯上的进步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我们既要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一旦有风吹草动，你这个办事处第一时间将他们安全转移。很好。赖兄，请。请。各位，你们好。大家都来了。哎，巴金先生，周公您好，好久不见，气色不错嘛。我怎么跟您比啊？我是手里一支笔，桌上一堆纸，就一个人写字儿。您是2个肩膀，一头压着国家，一头压着民族啊。过奖了，过奖了。巴金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白长官。建成兄，这位就是著名的巴金先生，大作家。你好，你好，白长官好。巴金先生，我听说10个读书人里面有8个都读过你的作品，你不得了啊！赖兄，我记忆最深的还是巴金先生的一字作品《家》。巴金先生可谓是著作等身啊，但是有个特点，他取的书名都惜墨如金，像《物》与《电》，其书名都是一个字，对吧？哎，那才是一字值千金嘛！惭愧，惭愧，惭愧。好，各位，今天呢，请大家看个好戏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大家请坐吧。好，来来来，好，请坐，周武，请坐。好，毛先生，开始。我还有一个调查报告没写完。好的，我先撤了。好的，好的。白子兄，我案头上还有一个小说，最近这几天正在赶稿子，要不然我还是先回去吧。我跟你一起，好啊。马校长，我先走了。好。赖兄啊，实在对不起啊！本来想请你们各位看看贵戏，让你我的身心放松一下，没想到下面的人给办砸了，搞了这么一个俗不可耐的烂戏来糊弄我。这种腐朽的东西，不看也罢。我们回去吧。好，请。
词儿啊！写戏呀，快点儿！来兄，实在是抱歉，本来想请你们看一台好戏，让你我的身心放松放松，没有想到，真真兄不必为这点小事动肝火了。依我看来，桂剧的曲调和我们桂林的山水是一样的美啊。其实台上的演员，哎，特别是那个旦角演员，他的唱作基本功是很好的。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演出的内容脱离现实，是啊，吸引不了观众。是，哎，在内容上做一些调整改变，桂剧还是很有希望的。好，实在抱歉。好，那回去好好休息。好，我们改日再见。好，再见，再见，再见。钱秘书，白长官，明天把主管文化的文彦白给我找来。办不好事，就免他的职。是。走。这桂系和中共打得火热呀！你们两个跪下！你们两个今天是怎么回事？把财神爷都给我赶走了！平时我是怎么教育你们的啊？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们！住手！你这是干嘛呀？哎，这不是你们戏班的台柱子吗？你为什么要打他们啊？这是戏班的规矩。今天是什么场子？他们敢走神冷场，这是戏班里大的不能再大的事故啊！要依我看，你们今天的演出如此的倒台，该打的不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你这个班主。你是谁啊？你不用管我是谁，只要你们演出的大幕一拉开，凡是买票坐在下边的观众，他们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供养你们的衣食父母。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该打呢。班主啊，我看这孩子的确是一个极好的苗子，只可惜呀，落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但这责任不是他们呢，倒是你这个班主在误人子弟呀，你知道吗？你瞧瞧你们今天这个场子，演出还不到一半，观众就快走光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演出的内容太低俗。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国破家亡之际，你们还演出这种低俗、情爱的烂戏吗？还能吸引住今天的观众吗？不知方家有何指教？改革，桂剧必须改革，不然离灭亡就不远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抵桂，受到桂系长官白崇禧高规格礼待，实属异常。卑职将严密监视此一动向。吕文洲。先生，先生，先生。哦，是你呀，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小金凤。小金凤。先生，我从小就学戏，今年16岁了。方才听了先生的话，让我眼前一亮。我感觉桂剧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想请求先生给指条明路，桂剧究竟怎样改？改革啊，对，改革。桂剧究竟怎样改革才是出路？哎呀，你看你小小年纪，心事却很重啊。要按理说，这件事应该你们的班主下来讨教才对。可是你一个小姑娘跑来问我，小金凤啊，你问的这个事儿太大，我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桂剧的改革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更不是我给你们开个方子，你们抓服药就能救命的那么简单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场子里的观众总是挤得满满的，可是现在，台下的观众还没有台上演戏的人多。可我又不甘心，好好的贵剧到我们这辈子人手上就散了。刚才听了先生的话，我知道，先生一定是可以救贵剧的高人，请先生赐教。孩子，不能这样，快起来。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这个人本身就是编剧、导演，福姓欧阳，名玉倩。我相信欧阳导演一定能救活你们这个剧种的。好，我愿意为你们引荐。哎，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谢谢先生。什么情况？目标可能被盯上了。老熊，到，安排2个同事去芙蓉街把房间打扫一下。是。你跟我走。好。李先生，你懂中文，等一下把我说的每一句话，一字不漏的翻译给你妻子。李先生，请说。现在是中日交战时期，你们2位最好不要暴露日本人的身份，否则出现任何意外都不奇怪。現在は中日交戦中です。日本人の身分は絶対に暴露しない。そうしないと何かあっ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どうして私たちをここに連れてきて、ずっと部屋に閉じ込めて耐えられません。他说什么？没关系，你告诉我。李先生，实在对不起，我的妻子怀孕了，可能会影响心情。他说，既然把我们带到桂林来，就不能把我们关在屋子里，不让出去。告诉你妻子，你们2位正在为日本特高课追杀。我的上级周恩来先生才派我带你们来桂林避祸。我接到的是死命令，要万无一失地保证你们的安全。可是刚才你们还在用日语吵着什么，我在楼下都听得见。对不起，李先生，一定下不为例。给你们5分钟时间，收拾一些能用的行李，我在楼下等你们。发现什么了？我担心你们被人盯上了，安全起见，必须马上搬家。狙われ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安全のためにすぐに引っ越さないと。どこに？環境いいか？李先生，我的妻子正在怀孕，我们到底搬到哪？李先生，我尊重你提出所有的合理要求，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服从我的安排，不为别的，就为你们的安全。还有4分钟。周さんは私に言った、このリーさんの命令に従うこと。今引きしましょう。都打扫干净了，帮他们拿下行李，
这边请。来来，这边离城市比较远，僻静一些，也是我们一个临时住处。这段时间啊，就委屈你们住在这儿了。李先生，可我们什么生活用品都没有带呀。放心吧，都给你们准备好了，进去看一下。条件艰苦了点儿，你们多担待。已经很好了，很好了。你们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还有什么需要，就把这个罐子放在门口，自然会有人来找你们。几何笔是我现在需要的。子明同志，好，我这就去办。隔三差五呢，我回来看你们，找你们聊聊天。太好了，随时欢迎你来。告辞。李先生，商人，你还不知道我来中国是想干点什么吧？这件事情与我无关，你也不用告诉我。领导给我的任务就是负责你们的安全。纸和笔马上就到。进来。站长，什么情况？那个可疑分子玩了个金蝉脱壳，溜走了。什么？你怎么搞的？我好不容易探听到八路军办事处要保卫什么人物，这么重要的线索你给我弄丢了。站长，我可一直盯着，可八路军的便衣几乎24小时保护房间里的人。今天我看他们灯一直亮着，我以为他们在。以为能当饭吃吗？我警告你多少次了，跟共产党打交道没那么简单，你要动动脑子。明白？明白个屁！滚！是。个废物！看哈，菜要不要？菜。不好，是鬼子的轰炸机！国兄，你打，快点上！往前跑！别动了！大家跟着我们去防空洞！快走吧！国兄，快点的，跟上！大爷，还能动吗？别走！救人！来！起来！走！快快点！打到他！坚持住！大叔，坚住了，大叔，快！放这边，放这边！大叔，坚持住！大叔，快！大夫，大夫，再来，快放到桌上，再来，放这里。血流太多了，快拿止血药。止血药。给。有人送药。
苏宁，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怎么逃离南京的？那天日本人袭击了南京，我躲在床下，捡回一条。后来整个南京都沦陷，我就跟着大家一起逃到了桂林。对了，你怎么在这儿？我是跟部队来的，我们部队在南京参战，几乎全军覆没。随后参加了五星阻击战。我们部队在撤离南京的时候，经过了你的家，我以为你。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对了，你父母呢？大勇，我要跟你一起去参军，我要上战场杀鬼子，为我爸妈报仇。苏宁，我很能明白你现在的心情，但不是你说能从军就能从军的。我在正规部队，部队有部队的纪律，我怎么能随便把一个女孩子带进部队呢？我不想听你说教。苏宁，苏宁，苏宁，你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但是部队有部队的规定。国难当头，我怎能苟活？苏宁，只有好好活着，才有希望。现在情况紧急，我们部队马上要奔赴前线，我必须要马上回部队。苏宁，答应我，好好活着。大勇哥，我们该走了。我要走了。大勇，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们还会再相见的。亲爱的同胞们，918日寇夺走了我们的东四省，卢沟桥事变侵略者发动了全面的战争，整个民族沉浸在苦难中。我们民族当从苦难中觉醒，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国家多难，世界多难，我们当团结起来，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才能够力挽狂澜，救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生活的教育，社会的学校，一边做工一边跳。一边学习一边唱，别笑我们年纪小，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来改造。同学们，别忘了。
手工油印的报纸卖给读者。也有同志向我建议要收取一点工本费，但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以社会作用为第一。在印刷机没有正式恢复印刷之前，我们把这些手工油印的报纸免费的赠送给读者。下面我们按照城北、城东、城西去分组发放，好吗？好，走。张先生，你来听一下。来，张先生。张先生，王先生，您好，您好，振奋人心啊！是啊。最新的《中央日报》。张先生，我们一会儿还要去城西和城东去演出。哎，你们住在哪里啊？我朋友帮我找的地方叫文昌门内。我记住了，到时候我去拜望你全家。好啊，欢迎。张先生，我王大志作为新安旅行团的顾问，正式的邀请您这位大音乐家为我们旅行团多写几首歌，好不好？乐意支持，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行，后会有期。好。哎，孩子们，对了，忘了跟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跟大家常提起的著名的大音乐家张曙张先生。同学们，向张老师问好。张老师好。小朋友们好。好，那我们走了。好，再见。好，孩子们听我口令，向右转。张曙来了，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这不是第一时间就告诉您了吗？好，林敏。哎，我现在写份名单，你们按照名单上的人一个个去通知，然后啊，再到篱墙边上订一个大桌子，要最大的那种。晚上我给张曙接风洗尘。好的，总编。那我呢？你呀，去趟八办，跟李克能同志汇报一下这件事情。你问问他晚上能不能来，能来的话最好。那夏总编，您我当然要第一时间去文昌门内看望大音乐家了。走，咱们分头行动吧。好。就是这儿了。这连个门都没有，怎么住啊？再说，就剩这半间屋子了，怕也不安全吧？朋友帮咱租的时候是在大轰炸之前，他也不知道能炸成这样。国难当头，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再说你看这儿，空气好，光线好，什么都有。宝贝们，你们先陪妈妈出去转一转，等回来以后啊，你们就会看到爸爸给收拾得干干净净了，好不好？算了吧，还是你带他们去湖边玩一会儿，我来收拾。看看你们妈妈，又漂亮又能干，辛苦了。快去吧。走吧，宝贝们，我们出去，走喽。张曙，野熊，好久不见啊！这下子，我们又可以重续当年在上海左翼并肩作战的日子了。我一直等着你来呢，这下我们桂林的文化阵地又如虎添翼了。弟妹呢？啊，周琦、眼兄来了。哎呦！您别进来了，里面灰尘太多了。是。对，你们去湖边聊。这儿太脏了，孩子们不能在这儿待着，出来吧，快出来吧！哎呦，孩子怎么能待在这儿呢？孩子们啊，叫伯伯。伯伯，你们好，你们好。都怪我不好，日本人轰炸之前，这里还算是一个闹中取经的地方，想不到现在成这样了。你们跟我到奔一部先住几天，我再给你们找别的住处，好吧？哎，野兄，刚刚来怎么好麻烦你们？这边我们自己就可以了。什么麻烦不麻烦？
我觉得这里离燕东园有点远，不够安全，你们还是听我的，咱们收拾东西，赶紧走啊！把东西拿着，我们赶紧。远兄，他这人你是了解的，定好的事儿不会轻易改变的。他主要也是想安静下来，赶紧把曲子写好。工作归工作，先把生活安排好。远兄，这边你放心吧，我们刚刚过来，一切收拾妥当，从长计议。对，先让我们在这儿住几天再说。那这样吧，我回编辑部找几个人来给你们收拾收拾。不，远兄，真的不用了，我们自己可以了。哦，对了，我约了几个同行，今天晚上来给你接风。这就不必了吧？我地方都安排好了，等会儿会有人来接你们啊。不是，我现在赶紧回去，让人来帮你们打扫打扫，别太推辞了。谢谢。哎，柯农，我正要去找你呢，你怎么就来了？我是为了张曙的事情来的，我都知道了，我同意你的安排。稍等一下，杜鹃，张叔那边环境太差了，实在没办法住人。你一会儿叫几个年轻人放下手里的工作，去帮他打扫一下卫生，然后再置办一些生活用品。好，放心吧。去吧，啊，柯导，来走。这个张曙啊，也不是外人。当年我们俩在上海的时候，一个大饼掰成2半的日子也不是没过过。哦，还有这事儿？今天全当给老朋友接风了。来，咱们喝一杯。来，欢迎啊！欢迎，谢谢。来，坐吧。来，谢谢。张叔老师，我也算是搞音乐的，但是比起张叔老师，那是差距太大了。哎呦，谦虚了。今天我这种酒就算是拜师了。哦，好，干！来，坐。张叔老师，我有一个提议，就是尽快成立桂林歌咏协会。这个动议极好啊！在国破家亡之际，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不能沉睡，我们要起来。与侵略者做殊死的战斗，我们要用枪、用刀、用笔、用音符、用歌喉，发起对侵略者的全面战斗。唯有这样，中国人才不会成为待宰的羔羊，中华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好。借此机会，我给大家演唱一首由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抗日名曲《莫提起》。莫提起1931年918，那会是铁人泪下。我们的家变成了被压榨的国。但是我们看到功夫浪费在面前，肯让一人的旗帜飘扬在老家。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爱自由的同胞们，团结起来！
姐妹们，现在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任素您带回来这本《论持久战》，我一口气看了2遍，写得太好了。按照这文章里说的，现在这种光景，有哪家出版社还能静下心来出书呢？一旦中日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最后的胜利就一定属于中国的。你们想想，广州、武汉沦陷后，日军就再也没有占领过我们任何城市。相反，晋察冀方面的八路军却是传来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消息，这不就相持了吗？胜利的天平不就转向我们中国了吗？你藏了这么一本好书，也不跟我们分享。我看看。哎，我有个提议，既然战事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也不能一直当难民，我们也走出去看看，能做点什么？能做什么呢？我们又当不了兵。当不了兵，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医疗救护队员。我听说上次需要女医疗救护队员来着。真的？那咱们去打听打听，要是有，我第一个报名。行，那走吧。走走。苏宁，你不去吗？狙枪射击，柜子射击，起！就在那儿。放他们进来吧。谢谢，辛苦了。谢谢。他们这边已经通过了咱们的请求，真是太这就好了。是军营，看，那边在训练，我们去看看。狙枪射击，柜子射击，起！柜子射击，起！韩大勇，苏宁，你说谁？谁是大勇？不可能。